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，何妨此花拼凑明天？谁带我寻获幸福的梦，却自己迷中困锁？谁为我留下缱绻的天涯？心无石墨顽强，思念如烟，它飞舞舌尖。若是真爱配着几分苦甜，欲念婆娑，时间里推磨，追随到何处才结果？烟雾正现，在晴空风边，肌肤女后将眼泪坠点，誓言斑驳，请我自是经过，风雨中且让我应步而挪。你瞪着我看干什么？不认识我啊？臭死了！快滚开啊！还不滚开？是不是要我赏你一巴掌啊？大姐，别这样。大姐，你先下去吧，我马上就下来。你敢再这样瞪着我，我就挖了你眼睛！月娘，你也知道我大姐的脾气，你就让让她吧。谢谢你。我们是好姐妹，对吗？好姐妹就不用谢来谢去。好姐妹，有一件事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你说吧。我想知道牛仔怎么样了。牛仔，他是陈家的司机，我们一起被歹徒绑起来。如果不是他，我早就死在那些坏蛋的手上。可是他为了我看到那些坏蛋往他开了一枪。玉珠，再生蛋了，还不快点！哦，来了。我真的很想知道牛仔怎么样了。你别急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帮你查的啊。请进。Hello， 哎，听说你受了伤，我担心死了。没什么大碍的，坐吧。祝你早日康复。谢谢。哎，你妹妹没跟你一起来？有，她走路慢吞吞的。怎么不叫司机帮你拿？司机要去停车吗？什么停车啊，根本就是想偷懒。晨曦啊，这是我爸妈送给你的，他们叫我转告你，希望你早日康复啊。帮我谢谢他们。嗯。哎，玉珠，坐。哦，谢谢。你还好吗？好，你看生龙活虎。那就好。你好像瘦了。是吗？他带你到处乱走，害你被那些坏人抓去，
还受了枪伤。我爸妈已经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了。还好老太太不知道这件事，要不然老太太有什么闪失啊？看你怎么办。这件事跟他没关系的，是我。哎呀，不要再说了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吧。对不起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会。你不是说要上洗手间的吗？还不去？哦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小心点呐！我削粒苹果给你吃。哦，好啊。那吃药时间到了，怎么护士还没来啊？我去看一下。哎，你行吗？行，我肩膀受伤，脚又没事，你看是不是？啊，你削多2个苹果吧，我们一起吃。嗯。玉竹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在房间里面闷死了，出来走一走。医生也批准我可以出来走一走的。哦，那大姐她现在很忙，在削苹果。削苹果3个，我叫他削3个苹果，够他削半天。月娘怎么样啊？她没事啦。那就好了。牛仔？月娘告诉你的。月娘一醒过来就一直追问牛仔怎么样了，牛仔怎么样了？你什么时候变成牛仔了？我骗他我是陈家司机，叫牛仔。你为什么要骗他？开始的时候觉得好玩，也没想过他会当真的。如果让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他一定会气我骗他。他凶起来那个样子很可怕的。他不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？应该不知道，家里上下都被通知，不准在月娘面前提起你的事。那我可以继续做我的牛仔啊。其实月娘是我姑姑的女儿。我知道啊，你姑姑叫菊香嘛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小叔告诉我的。他说你姑姑虽然是聋哑的，可是性格很坚强。她逃婚，后来嫁给一个日本人，生下月娘之后，一个人把她抚养长大。我小叔对她一向都很敬佩的。我姑姑已经去世了，因为她逃婚，使家人蒙羞，结果被赶出了家门。月娘在我们家，可是委曲求全。难怪她被丢弃在那种地方。玉珠，我可不可以求你一件事啊？说到那么慎重，什么事啊？你不要把我的身份告诉月娘。好啊。谢谢你，玉珠啊，你的人真的很善良，心地又好，而且又长得漂亮，请你帮我好好照顾月娘。原来你赞美我，就是为了要我照顾月娘啊？不是的，我是真心要赞美你的，你真的很善良，心地真的很好。而且人真的很漂亮。好啦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再说我真的要找个洞钻进去了。
耍这种诡计就能叫人成家吗？我说什么诡计啦？要不是你耍诡计缠住他，他会撇下我，跟你有说有笑。总之，你最好自量一点，别痴心妄想。我都没这么想啊。你少跟我演戏了，你呀，最会装模作样，说一套做一套，一心就想爬在我前头，早早的叫日成家，当大少奶奶。大姐啊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好啊，你以为你现在真的是少奶奶，不把我这个大姐放在眼里啦？我哪有啊？是你整天诬赖我。我诬赖你？你欺负我，霸着陈戏不放，害我白切了3个苹果，还像个傻瓜一样痴痴的在房间里等。你还恶人先告状，说我欺负你，到底是谁欺负谁啦？妈！不要叹气。月娘，你怎么没有在房里休息啊？我没事，你跟我来，我有好东西给你吃。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啊？嗯，那这个绿色软绵绵的东西是什么来的？这是绿豆粉加斑斓叶做的，好吃的，你吃吧。怎么样？好吃啊！真的很好吃。天气热的时候再加点冰，那就更好吃了。好啊，下次就加点冰给你吃。这个是怎么做的啊？你能不能够教我？当然可以啦，那以后你可以做给二姑爷吃了。什么二姑爷啊？你是二小姐，如果嫁给陈家少爷，那他不就是二姑爷了吗？你别胡说啦！我都听见了，你大姐在吃你的醋呢。才不是呢，是大姐自己胡思乱想。如果你和陈家少爷能够结婚，那就好了。你也来胡说？我可没胡说。我知道，是你和陈家少爷救了我。你们都是好人，好人应该跟好人在一起的。也许，人家心里已经另有意中人了呢。不会的，你那么好，他不喜欢你，还会喜欢谁呢？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你不想知道牛仔的消息吗？他怎么样了？你快告诉我。等我吃完了再告诉你。好姐妹，你等一下再吃嘛。你先告诉我，牛仔怎么样了？我还以为你一点都不紧张，没有追问我关于牛仔的消息。原来啊，你都是装出来的。才不是呢！你快告诉我啊！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，好啦，就告诉你，他受了枪伤，被送进医院了。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动了手术，把子弹取了出来，还好没有伤到要害。医生说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谢天谢地。小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会长选举，我一定要来支持你啊！胡闹！快给我回医院去！是医生批准我出院的。大哥，看来今天的战会是辛苦的一仗啊。喜儿和那些洋商的关系特别好，有他在，一定能拉多一点洋商的票。你看，这样还是老的辣。我的用意，小叔一看就看得出来了。姐姐有你的帮忙啊，就好像老虎添了翅膀一样。你姐姐是老虎，那家里章就是老狐狸了。我今天是来打狐狸的。神，你不要轻举妄动。放心吧，打狐狸我最拿手。靠你们啦！靠你们啦！谁支持张老板，张老板一定会有回报的。爸，你听到了吗？
如果我们再不表态支持查理章的话，那就太迟了。可是我们跟陈家是世交，又是亲家。你看，陈家的人到现在都还没出现，说不定他们已经知道胜利无望，根本就不想争了。爸，把握机会啊！爸，你看，大家都抢着巴结查理章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好吧。Daddy，查理兄，上一次卖橡胶园的事情，非常不好意思，那是因为家父不愿意放弃主业，所以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做生意呢，最重要的是你情我愿。是啊是啊，查理兄啊，我会投你一票的。哦，我没听错吧？你不支持你的亲家，反而支持起我。查理先生，我们也是为了商会着想，由你来领导商会，再适合不过了。这叫帮理不帮亲。好个帮理不帮亲啊 ，Robert， 你看看面粉和糖西马一带的代理权决定了没有？如果还没有决定，就把他们列入考虑名单里面吧。我知道了，Daddy。谢谢查理兄。世培，刘老板，多多支持啦，多多支持。我们一定支持你，不支持你还支持谁呢？你看，成功到现在都还没到呢。听说他的儿子在马六甲被绑架，受了重伤。是啊，我昨天还送了个花篮去慰问，真没想到在这种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不是正合你的心意吗，查理章？那不是正合你的心意吗，查理章？你看，这下怎么跟亲家交代？有什么好交代的？反正查理章是赢定了。陈哥老哥，你来了。我们是良性竞争，都是为商会利益啊。屁话连篇。大家不如听我唱班东。7颗星星剩下6颗，1颗掉落到8一国。镀金脱掉鲜原色，防止你无好评的。陈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人因钱有毒辣，为达目的耍手段，帮我侄儿又要他的命，此人就在你眼前。姓陈的，你诽谤我父亲，我要告你。好啊，你告我。那个绑匪首脑已经招供，说新加坡有人出钱要他干的。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，那个人是谁吧？查理章，狐狸是有尾巴的，再怎么长，尾巴还是会露出来的。你们说，像这样的人能不能当会长？我说能，不过不是当商会的会长，而是当黑道会长。你说什么？算了吧。英国人有一句话说：“永远不要跟个酒鬼和泼妇吵架。”中国人也有一句话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”我们走。胡闹！
胡闹，真的是胡闹。姐姐，小叔这么做是孤注一掷。你还帮他说话，我看他是酒喝太多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小树是要在大家面前揭开查理昌的真面目，让大家在投票之前好好的想一想，是不是要推选一个这样的人来当会长。查理昌显然是心里有鬼，所以避开了。我想他是以为小树敢在这么多人面前指责他，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这恰恰暴露了他的心绪。虽然如此，但是以他今日的地位，要动摇他可没那么容易。所以我们要借助他的力量。William 在英商中很有威信，为人也很正直，不止肩上的所作所为，有他的帮助，查理昌就不敢为所欲为了。Hi, Mr. William. Hi, Mr. Tyne. Good to see you. Nice to see you. Hi, William. Hi, Mr. Tyne. How are you? 成功以为靠那酒鬼弟弟就能够绊倒我，他也未免太天真了吧 ，Daddy， 你当选会长后，就给成功安个煽动亲人、破坏选举的罪名，把他逐出商会，让他再无立足之地。真是父子一条心啊！真没想到，你想的跟我想的是一样的。张老板，就快开票了，请你去监票。你没看到我在吃吗？十拿九稳的事，何必那么紧张啊？倒显得我 Daddy 很在意这个位置，我去就行了。查理章，查理章3票。查理章，查理章4票。好。查理章5票。成功，成功1票。查理章。好。张老板，这么快就揭晓了？不是，是有一点变数。哦？大多数华人商家都支持你，可是洋商方面却都倾向支持成功。怎么可能？无论是华商还是洋商，我都打点了。听说是成功那留学英国的儿子拉拢了威廉斯，许多洋商都买威廉斯的账，你是转了方向。而且什么？而且我听说有些华商对张老板在日据时期支持日本人略有微词，加上什么？加上大家都在议论纷纷，说成功儿子被绑架的事是您在背后主使的。岂有此理！我倒要看看是谁那么的不识抬举。Daddy， 成绩揭晓了，怎么样？赢了？输了？就2票，我们只输成功2票。洪先生，谢谢你，以后还要你多多支持。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Thank you。亲家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你不是公开支持查理章的吗？你该去安慰他才对。贵父啊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要避嫌。亲家，你可得要多多谅解啊。
恭喜啊！恭喜你啦，陈会长。谢谢张老板，以后我还希望多多跟你合作。哈哈，岂敢岂敢！陈会长以后要有什么需要小弟效劳的，尽管吩咐，小弟一定唯命是从。哈哈哈哈！我倒要看看你这会长能做多久。你在干什么啊？妈妈快回家了，我让她跟我同房，可以照顾她。哎呀，你才刚病好，怎么不叫我帮你呢？来，休息。桃姐，我没事了。没事才怪呢！你看你的脸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来，快吃。什么东西？当归丸，补血的。你哪来这东西啊？桃姐，你。不是我偷的，这个是少奶奶叫我拿给大小姐吃的。哎呀，那大小姐啊，说什么脾气，说不吃这么难吃的东西，叫我把它给扔了。我捡她不要的，应该不算偷吧？不算。那你快吃了，虽然不是偷的，可是给人家看见了，跳进井里都洗不清啊。桃姐，桃姐，干什么？外面来了个男人，说要娶老婆。娶老婆？娶谁啊？月娘。是他？那不是杀猪的刘一刀吗？不会有一刀，一个臭杀猪的也敢说要来娶你，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我出去把他轰走。桃姐，他救过我。你叫他走就是了，不要刁难他。我是这里的管家，我是刘一刀。我知道你是刘一刀，杀猪的刘一刀。我们这里啊不找人杀猪。我不是来杀猪。我们也不买猪肉。我不卖猪肉。那你捧这个猪脚站在我们家门外干什么？提亲。什么？我来提亲。提亲？提什么亲啊？我要娶月娘做老婆。刘一刀，你是杀猪杀得多，被猪油蒙了眼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看看，看看，这门高不高？大不大？门很高，门很大。你既然知道，还敢来高攀？你还是快回去吧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可是我一定要娶月娘。你说什么？我一定要娶月娘。你这个臭杀猪的，好言相劝你不听，你想饶了我是吗？我刘一刀一定要娶月娘。你以为你是皇帝老爷，说要娶谁就娶谁？刘一刀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月娘长得又漂亮又聪明，绣得一手好猪鞋，煮得一手好娘惹菜。你就是敲锣打鼓，上山下海，也找不到那么好的姑娘。就凭你这个臭桃姐，竟然想娶她！刘一刀，你伸长你这杀猪的手，看看能不能把天上的月亮给摘下来。月亮我摘不下，可是我一定要娶月娘。你干什么？你走！捧了个猪脚就想来娶老婆，你不如去娶只母猪好了。这个刘一刀啊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连个媒婆都请不起，也敢上门来提亲。这刘一刀是个孝子，孝子又怎么样？他配得上你吗？小姐这样的条件啊，应该嫁给一个大头家。哎呀，不好不好，大头家一有钱就会三妻四妾的，没一个好的。那就小头家吧。也不好不好，天天守着一个小生意啊，吃不饱饿不死的。教书先生怎么样？哎呀，也不好，教书的10个9个都是穷酸货。让我再想一想啊。桃姐，
不用想了，我像你一样梳起不嫁，一辈子陪着妈妈还有你。哎呀，乖乖龙地东啊，你妈妈一定不会让你这样做，我也不会。我女人的命啊，有时是不由得自己去安排的。希望他们看在你妈妈的份上，帮你找个好婆家，不要像当年菊香小姐那样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月莲小姐，你不要怪我说句心里话。当年菊香小姐要是嫁给查理章，也许就不会红颜薄命了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桃姐，娘娘的生命虽然短暂，可是她爱过，轰轰烈烈的爱过。我了解娘娘，她宁可跟一个她爱的人过1年，也不要跟一个不爱的人过100年。月莲小姐，你也是那样想的？阿娘一定是早就料到，我这样是娶不到月娘的。我要先干一番大事业，赚了钱，才能娶老婆。干一番事业，干一番事业，干一番事业。一条龙倒了，现在换虎哥来保护你们。摆摊的1个月5块，开店的10块，月头收钱。逢年过节红包一律20块啊！太狠了吧！你们收了比那个一条龙还多了1倍。我们做小生意没那么多钱呢。没钱做什么生意啊？虎哥说，谁跟他讨价还价，就先砍了他一根手。不，我给。走。刘一刀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干一番事业。好啊，要去杀猪啊！我不杀猪了。阿娘说杀猪赚不了钱，没有钱娶不到老婆。你娶不到老婆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告诉下面虎，我要干一番事业，这条街我来保护，钱我来收。想跟我抢生意，你找死啊！刚才收的钱拿出来。刘一刀，虎哥准备放我。我的耳朵，你的耳朵还在你头上。如果你不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不要！钱，我给你，全部都给你，快！下面虎跑了，现在换我来保护你们。开档的1个月2块半，开店的5块，月头收钱，逢年过节红包一律10块。这是多收的。下面虎跑了，现在换我来保护你们。开档的1个月2块半，开店的5块，月头收钱，逢年过节红包一律10块。月莲小姐，你知道二太太今天要回来，特地煮了她最喜欢吃的芭比糖给你。我去看看二太太回来了没。好啊。月莲小姐，二太太回来了。妈妈，月娘，妈妈，月娘，妈妈，来，让妈妈看看你。瘦了，当然瘦了。月娘小姐她，桃姐，
月亮小姐啊，天天想你，日也想，夜也想，想到茶饭不思啊。我是他妈妈，你当我是祝英台啊？妈妈，我要好好照顾你，不让你再生病了。妈妈有你，就算生病也不怕，因为你会想法子把我送进医院。大吉，我回来了。兰姨，今天不知道触了什么霉头，这牌怎么这么不顺呢？妈妈，你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我知道，你们一进来我就嗅到了。二太太啊，月亮小姐的这道芭比 ponte 煮得像菊香小姐一样好，我啊怎么学都学不来，真是有够笨了。哎呀，当年菊香小姐白教我了。月亮小姐，我说错什么了？哎呀，笨啊笨啊，真是笨笨！不要打了，不笨也真的变成笨了。就是嘛。妈妈，我们吃饭了。来，二太太，起了。菊香走了，可是留给我一个乖孙女，让我还是有芭比蹦迪吃。老天对我还是好的。吃啊，来，快吃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纸真的很香啊！桃姐，吃点肉吧。谢谢你啊，月亮小姐。吃啊。兰妮，你们在吃饭呢，打扰了。不会不会。哇，芭比蹦迪啊！是啊，月娘知道我喜欢吃这道菜。原来是兰妮爱吃的，怪不得我们的餐桌上没有看见。月娘，这不是今天的晚餐啊。妈妈，这是我为你特别煮的。兰妮，月娘真有你的心啊！兰妮，楼上给你收拾了房间，你随时可以上去休息了。不用了，秀凤，我住在这里行了。这怎么行呢？你可是二太太呀，怎么可以睡工人房？没这规矩。你们去英国那几年，我都住在院子里，习惯了，换个房，反而会睡不着。这，我也做不了主。我去告诉娘，看她怎么说。麻烦你了，秀凤。这不是当归丸吗？这是我娘家依照秘方特别请人调制的，怎么这里会有啊？如果有人想吃的话，可以跟我开口要的。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呢？我已经3番4次说过了，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手脚不干净的下人。少奶奶，我没偷你的当归丸，我没说你偷。
这就奇怪了，难道是这当归丸自己长了翅膀，飞到这里来不成吗？月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月娘，兰妮，算了，今天你刚出院，不要动气。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，我这个当家的是不容易的。就好像你煮了这道 babi bonde 给你妈妈吃，那是你的一饭孝心。要是你跟我说一声的话，我哪有不煮呢？可是现在呢，你却关起门来静悄悄的吃，很快呢就会有人来跟我报告，说肉被偷走了。要是被喵知道的话，我这个媳妇啊可就难当了。我没偷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你只是这里的下人。这里啊有什么东西呢是你的呢？兰妮啊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别以为我为了几块猪肉小题大做。我这个当家的真的是有我的难处的。我们这个家呢已经不比从前了，一斤米一块肉在账目上我都要记得清清楚楚的，要不然日子就过不下去了。再说，就算拿了，也要把它吃掉，丢在地上任人踩，那多浪费啊！里头啊都是一些珍贵的药材，一颗呢也要好几块钱。不当跟你们吃饭了，我先出去。转弯抹角，满嘴都在骂人，骂人也就算了，还装什么可怜？妈妈，我们别理他，我们吃我们的。妈妈，怎么了？妈妈。二太太，你不要怪月娘小姐了。那个什么当归丸是我拿给月娘小姐吃的。哎呀，我不是偷的，是大小姐说不要，叫我把它扔了。那我想把它丢了，多可惜啊，所以才。妈妈，月娘知错了。你怎么错了？我没叫陶姐把当归丸还回去，我还赞同她的做法。虽然肉是我买的，可是炒肉的柴火油盐都是王家的。就算是一条虫，也是王家的。就因为我们出身低微，更不应该小眉小眼，贪小便宜。就因为我们出身低微，更不应该让人看不起。就因为我们出身低微，我们更要有骨气。就因为我们出身低微，我们更要扬眉吐气。就因为我们出身低微，娘，月娘，我的月娘。月娘，也许碎片才能让回忆展颜，何妨此花瓶重眠。
全的天。